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Toronto， 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酋长大陆最近现货的超动机兵1:144系列里面的这款近战型机兵阿克塔恩，上面写的白骑士式样，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灰白配色的这样一个机体。这个机体呢，目前和会展现出的是用手绘的这种风格，一个官方渲染图，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帅气。整个机型看起来呢，像是之前出品的一款云雀的后续机型。整体的这个外观呢，就是有一种白骑士的那种感觉，无论是头盔还是他手中的这个长枪以及圆盾，都有那种近战型骑士型机甲的这样一个外观的既视感。然后这边依旧是写着这个 POK 这个零件 inside， 上面写的是 Advanced Polymer Technology， 其实就是他们的骨架零件，然后阻尼感调教的比较好。酋长大陆家的本身，我的拼装感觉从之前的这个兹克洛恩包括前面的那几款偏写实性的这个机甲，整体的这个手感呢，确实是像他们宣传说的一样，可以达到接近或者说甚至超越一些成品的可动机甲玩具。这一款这个阿克塔恩的设定在这边，反正大家可以暂停的看一下。背面则是这款玩具的实物渲染图，你可以看到上面实物的方面其实是拼装完之后加了一定程度的渗线，然后有一些补色，它里面还附带了足够的这个水贴可以选用。那我这边呢就直接上拼装好的状态。好的，拼装完之后，全部的内容物就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除去了所有的流道之后，剩下的这个板件，目前只预留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其实，我目前还不知道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反正剩余的零件只有这么多。这两个小坨坨，它其实就是，肩部类似于火神炮的这个东西一个组件。然后因为怕弄丢了我就直接把它组装到这边去了。然后其他的内容物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啊。首先呢，这一次的这个阿克塔恩名字每次都很难念不知道大家他们家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起的。双头雕的配置，其中的一颗头是这种鱼鳍型的这种罗马士兵的头盔。这个头盔呢，我是使用了之前斯特利的那个紫色的渗线液，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我拍的那个强攻艺人的视频没有也是用了这款渗线液。整体的效果呢，其实本身这种高级的白色再加上这个紫色的话呢，其实可以凸显出一种比较妖娆的这种感觉。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了一想，就是还是放弃了。所以目前渗线出来这个效果呢，大概就是这样，放到一边去。然后手型方面还是祖传的这个软胶 PVC 手型。这个手型呢分别为开掌手、握拳手，然后握持手。握持手呢已经装载在主体身上了。光束特效件还是一样的，2根光束直的筷子和一个挥砍的这种弯刀的这种特效件也是不错，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那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呢，就是这一次的武器系统。那首先呢，映入眼帘的就是咱们这一把骑士长枪，而且呢，在玩的过程中还要看这个说明书的过程中才发现它是竞技用高机动性能近战型超动机兵，所以说它到底会不会真正意义上被投放于战场之中，这一点呢是给个问号的。那可能就像以前骑士老爷里面互相就是骑马，然后做的这个骑士对战，或者说比武大会使用的这个机体，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那这把长枪呢，它是枪头和这个枪身进行了组合，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没有变形机构，稍微有些可惜。枪身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枪头有3个这个推进器，但细节方面一般般。然后组装的过程中，你可以预留1个在上面，或者说2个喷口在上面，随心所欲无所谓。然后这边的这个搭载位点呢，它其实是利用这个长枪的一个扶手插在拳头里面，然后另外一端呢是装载在这个小臂的后侧的这个孔洞里面。
反正这个搭载是非常稳当的，而且整个关节也非常丝滑，严丝合缝的样子。这把枪呢，我觉得干干净净就比较好看，就没有渗线了。枪头部分呢是做了一个分件，插的非常死，就是大家组装好了之后，平时把玩的时候就尽量不要碰到这里。枪头并没有做的非常锐利，相比起比如说肩甲这些过渡的这个部分，还有这些这种长枪的这个坚刃的这个部分来说，它这个地方的圆角处理的其实挺好的。这些部分呢则是非常的扎手，大家自己玩过的就心里清楚了，要稍微小心一点。那其他武器呢是一把长柄枪，这长柄枪呢你可以同时拥有2把这个双头的战戟。因为这两侧的这个裙甲的枪头呢，也是可以拆下去进行拼装和搭载的。这一点设计呢，我觉得把可玩性增加了非常多，甚至呢就是，算是丰富了它可以搭载的武装系统吧。然后2把这个短枪，或者说2把这种短矛吧。这2把短矛呢，当然如果你想组合的话也是可以的。这边有一个嵌套装置，把它套在这个中间，然后两者的是一个交叉扣，这个交叉上去了之后不是很稳固，然后你通过这边的这个圆柱状的套筒，把它稳在中间就 OK 了，这就变成另外一把长枪了。所以说它可以拥有3把，总共3把长柄武器，然后2把光束军刀。再来看呢，这一次的这个圆形的盾牌。这个盾牌中间的比较颗粒化的这个涂装是它的一个玉涂装，整个金色发色还是非常漂亮的，我就没有在上面继续添油加醋画蛇添足了。那其他部分呢，简单的勾了个线，背面我就偷懒没有管了。2把光束军刀是通过这边的斜槽收纳在这个位点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无论是兹克洛恩呐，还是之前的一些机体，其实都是，还有雄鹿。这些机体呢，基本上都是同样的设计，这边就不多做赘述了。那零部件的部分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纸品的部分。首先呢，依旧是一张小卡片，这张卡片上面还是以往的这种 Q 版的风格挥出这把长枪，这个动态包括这个螺旋的这个气流的感觉都是非常帅气的。它的这边涂装眼睛的这个监视器的部分就是一缕红光啊。我的话呢，则是把它涂成了蓝色，因为我觉得蓝色可能跟这个比较搭，所以就涂成蓝色了反正也无所谓吧。然后看到背面的话，是一些数值，武器的数值。再就是一张就是切的非常随意的这个水贴，这个水贴呢其实比较耗时间，所以说我就也不想把这个机体就是贴的太乱了，毕竟是想给大家去展现一个比较常规的就是把玩体验。然后是它的这个说明书，这个说明书的大部分的内容是讲的是机体设定你可以看到机体设定里面的插画 AI 生成的也都是非常帅气的。但是我其实都没有仔细去看，只是看了一些，比如说这些团队那明显是相当于是在比赛嘛，对吧？还有一些驾驶员，但这些东西都没有体现在模型里面。包括这后续的这几个，比如说这个条顿骑士、医院骑士、圣殿骑士的这些涂装，那从这个机体本身的这个设定上来看的话呢，那只能以这个水贴进行呈现了，那很难以模具进行呈现，除非它重新开模肩部的这些装甲，才有可能或者肩部腿部的这个外甲，才有可能实现这么多丰富的配色。那毕竟呢，酋长大陆它定价在这个地方，我估计很难，后续的话看能不能出这些配色吧。那本身的这个造型我还是很喜欢的。整个拼装体验呢，我总共耗时差不多不到2个小时就拼完，加这个勾线全部都完成了。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总共也就不算这一1、2、3、4面就拼装完成了。简单来说步骤还是非常少的，而且呢大部分用了隐藏水口。只要你不是像我这种非常粗心大意的话呢，一般不会把这个零件给剪伤再来，终于到了我们的主体部分号称这个就是堪比怎么说呢，成品玩具的这个可动性以及它的手感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首先呢，我是摆出了一个超级细的这个姿势反正该有的这种关节，我觉得反正跟罗伯特魂的关节设置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作为一款拼装模型，它把它的这个可动已经拉到了这种拼装模型的极致，而且本身的这个机体设置呢，它没有太多的干涉，所以说无论是抱胸的动作还是这种前踢后踹的这个动作都会做得非常的干练。
那整个收腰效果，整个机体呢，尤其是说做这种超级细抱胸的这个动作呢，它是一个 X 型的形态，我觉得整体的机体的这个肌肉感还有力量感都是非常充足的。然后我们边看细节边看一下它的可动性。首先呢，头雕一个长长的这种尖刺，那直冲天灵盖，我觉得像是开罐器啊，或者说那种手刀一样的材料，这种造型。但是呢，其实这个观感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很有那种中古骑士的感觉。然后呢，这一条线呢，我觉得反正我是不太推荐大家直接勾一条黑线的。有金属漆的话呢，反正就撸一条，然后其他地方用手抹掉，效果就挺好的。你看我这随便涂了一个蓝色的这个金属漆，整个荧光效果也好，整个发色也罢，其实我觉得看起来都还不赖，对吧？头部的这个可动呢，抬头低头幅度呢，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然后左右歪头也都可以，360度的旋转呢，也不会有太大的干涉。低头幅度呢，做一个比较深沉的状态也是可以做到的。然后肩胛部分呢，它这边有一段可动，然后呢往上翻也是 OK， 整个手臂的这个平台也是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呢会拖出这个球关节，可能是我把玩的次数确实有点太多了，但是绝对不会有任何松垮的感觉。这次的这个 POK 零件，目前我觉得这个公差设计的非常好，不会说那么吱吱呀呀的，让人觉得听起来心里毛毛的。但是呢，整个阻力感，因为上半身比较重啊，还是会晃，但是绝对是有阻尼感的加持的，还算是比较稳固。然后呢，前面的蝴蝶肩呢，大家也刚才看到可以做抱胸的动作，对吧？就是一段的这个外拉关节，一个球腕。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这边的球腕装载上去的话，你会因为这几个零件的不稳定而不太好装。反正已经设计出来了，我也拼好了，但是大家自己拼的时候呢，可能稍微注意一点。胸腰关节中立位大概是这个地方，挺胸幅度呢大概往后45度，弯腰幅度呢往前30度左右的一个水平，左右晃腰非常大的可动。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可动啊，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你可以反正各种各样的动。然后脚部呢基本上没有裙甲的这个干涉，那前踢直接踹到天灵盖转一圈，然后再转回来都没有问题。大腿根部的旋转，然后两侧的这个平衡器，它是球形关节的连接插在这边的，这边在把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非常的尖锐，你无论是朝前朝后都是 OK 的。然后屈膝的这个幅度，这边有动力管的这个刻画，但是呢上面这个线条呢其实是很难刮干净的。我觉得就是一旦你把它当成一个成品玩具的话呢，就不会注意这么多细节了。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幅度大概是这个样子，不算特别大，但是我觉得已经够用了，腿很粗嘛，而且呢大腿内侧呢也做出了这种分色，这种嵌套型的这个分色，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层次和立体感都是非常 OK 的。然后平台两侧一字马可以到这样一个程度，脚部的接地左向右向前向后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幅度，没有脚尖可动，毕竟是一款 HG 的产品嘛，对吧？你看这边球形关节抬高之后还是比较容易脱出的，这是这一款玩具我觉得就是唯一一个设计的，就是关节上设计的比较有问题的。然后背包方面的话呢，主要是一个旋转，然后两侧的一个展开，根部是球形关节，还是挺好看的。这个背包让我想起了高达 W 系列里面的一些机体，整体的这个造型呢，确实让人想起了就是高达 W 里面的反派机体。反正整体来说的话呢，观感就是这个样子。10分满分的话，我会给到这个机体8分左右的这个分数，非常的干练。后续还会有一款红色的，我在想是跟大家去做抽奖呢，还是说直接拼好了之后，然后再在评论区里面拍一些视频，再去拍一些视频，再在评论区里面把这个成品抽出去。反正感兴趣的朋友在下面留言，然后发出你的看法。整体的这个摆造型方面呢，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因为我已经看到太多帅气的这个图片。当然呢，身上的这些造型啊，还有一些设计元素，我觉得就是如果它跟HG 的一些玩过的高达有关系的话，或者说一些机体有关系的话呢，我觉得它特别像是北宋的胡啊，大家知道我说的谁吧？强人，对吧？那整体的观感反正还是非常的干练好看的。那最后呢，做一下身高上的对比。那既然都提到了 HG， 对吧？我们把这边的1G 的元祖，然后还有这个 Robo 魂的扎古2放在一起，做一下身高上的对比。整个身高方面的话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净身高的话呢，是达到了差不多15公分左右。
不算尖头的这个部分，反正整体的观感我觉得是 OK 的。如果说跟6寸的人偶摆在一起的话，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啊。你比如说放一个U2 的这个骷髅在这边，6寸比例线，它跟可动人偶比起来的话呢，还是比较纤细且精致的，整体的观感非常 OK 的一款这个套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波。那今天把玩分享视频就到这边，我是Toy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